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常言道，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这世间本来没有什么大事，无奈常有人想太多，自寻烦恼。什么样的人才算的是聪明人？有人认为智商高的人、情商高的人、财商高的人，他们都是聪明人。确实不可否认，这三种人都很聪明，但我觉得一个真正的聪明人是非常有智慧的，他更懂得管理自己、约束自己、做好自己。其实人这辈子能够做好自己就已经很不错了，就已经很完美了。如何才能做好自己？我觉得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心，二要管好自己的嘴。守心能治乱，守嘴不惹祸。我们3年学说话，一生学闭嘴，可见懂得闭嘴才是真正的智慧。聪明人3不问5不说，他拥有闭嘴的智慧，懂得什么该问，什么不该问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如果你也能够做到，将会快乐很多。1. 聪明人不问3件事。第一，与己无关的事少问。奇葩说中，冉高明说过这样一句话：问渠拿得清如许，渠说管好你自己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而不过问闲事是一个人顶级的自律。有一个小和尚念经的时候总是心不在焉，总觉得师兄师弟们在说他的闲话，他坐立不安，实在无法忍受，就向师父告状说：师父，他们老说我的闲话，我无法静心来念佛。师父双目微闭，轻轻说了一句：是你自己老说闲话。小和尚不服，反驳道：他们瞎操闲心。师父，是你自己瞎操闲心。小和尚，他们多管闲事。师父，是你自己多管闲事。小和尚，师父为什么这么说？我管的那是自己的事啊。师父，操闲心、说闲话、管闲事，那是他们的事，与你何干呢？你不好好念经，老想着他们操闲心，不是你在操闲心吗？老说他们说闲话，不是你在说闲话吗？老管他们说闲话的事，不也是你在管闲事吗？话未说完，小和尚茅塞顿开。八卦和凑热闹是很多现代老人的通病。为了满足好奇心和优越感，有的老人习惯打着好心的幌子插手别人的事情，殊不知管闲事出力不讨好，说闲话给别人添堵，操闲心招惹是非。生活中聪明的老人都懂得，与自己无关的事更是不问不想不多嘴。他们深知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2. 已经过去的旧事不问。过去之事思之何益，徒放心耳。意思就是已经过去的事还反复的思索，放不下又有什么意义呢？的确，放不下过去，其实就是在和自己过不去。知乎上有人提问：人生痛苦的根源是什么？有个高赞回答说，每个人都会遭受2支箭的攻击，第一支箭是外界射向你的，第二支箭是自己射向自己的，而真正让你受伤的，其实是你心中的那支箭。对此深表赞同。人生苦短，你最应该做到的就是不要跟自己较劲儿。时间只会往前走，过多的在意过去，只会拖累自己。不信，你可以纵观周围那些对过往念念不忘的人，他们往往生活中也都不顺心。很喜欢一句话：睡前原谅一切，醒来不问过往。人活在当下，重要的是做好眼前的事情。真正聪明的人也从来不会为了已经无法改变的过去而忽视当下，即使再遗憾，他们也会让自己释怀。因为人生中那些快乐的、痛苦的、难过的、喜悦的经历都是成长，
3. 结果不确定的事不问。一样东西，如果你太想要，就会把它看得很大，甚至大到成了整个世界，占据了你的全部心思，如此反而会忘记原本的初心。瓦伦达是美国著名的高空走钢索的表演者，他在一次重大的表演中不幸失足身亡。事后他的妻子说，我知道这次一定要出事，因为他上场前总是不停地说，这次太重要了，不能失败。而以前每次成功的表演，他总是想着走钢丝这件事本身，而不去管这件事可能会带来的一切。有人说过，做事不能一心一意，未来终是镜花水月。的确，无论做任何事，凡是太注重结果，太在意得失，非但达不到完美，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了逆境，甚至会让自己走向了毁灭。而聪明人很现实，人生不在乎目的地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。人活着，努力过好现在，就是对生命莫大的尊重。人这辈子能够做好自己，就是最大的聪明。2. 聪明人不讲5句话。1. 闲话不说，开口一言短长，即是即交即傲耳。凡是对人对事有敬畏心，不对他人妄加评论的人，才是谦逊谨慎的人。凡是喜欢开口闭口议论，评价他人短处的人，是非常骄傲自满、目中无人的人。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，常说是非事，必是是非人。说闲话很容易惹祸上身，有时候不如安静下来反省自己，同时好好的规划自己，这样可以比别人走得快，看得更远。2. 心里话少说，见人只说3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交浅言深是一种技，人长大的过程就是了解孤独的过程。少说心里话，它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珍视，还可能给别人增添笑料。毕竟心里话需要说给懂的人听。3. 怨话不说，无故而怨天，则天必不许；无故而尤人，则人必不服。抱怨可以说是世上最无用的事，怨天尤人是人生大忌，不仅无法改变现状，还会让事情变得越糟。不停的抱怨很容易让人成为一个不客观找原因、懒惰者和不去想办法解决问题的弱者。有智慧且真正厉害的人，在遇到失败或者是人生困境时，一定不会把时间花在抱怨上，而是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，主动承担责任，并且改正自己的错误，补足自己的缺陷。这样不仅可以得到别人的信服和尊敬，问题还会得到解决。4. 假话不说，假话总有被戳穿的一天，就像大大的肥皂泡，阳光照射下虽然绚丽，但最终会走向破灭消亡。聪明人不说假话，说一个假话要用千百个假话去圆它，就像雪球越滚越大，最终脱离自己的掌控。说一次假话就留下一个不靠谱的标签，标签贴上容易，摘下来却难。假话说多了，说的真话也就成了假话。5. 大话不说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人贵在自知。大丈夫应说到做到，否则容易失信于人。说一些狂傲、目中无人的话，容易招人厌烦，空口揽下自己根本做不到的事情，最后必定会失信于人。曾国藩认为，为人处事最忌讳的就是狂傲，说的狂言妄语太多，就会让人觉得轻浮，也会失去别人对自己的信任。说狂语无异于说假话，为了小小的虚荣心，把自己说话的可信度出卖了，这实在是不值得。聪明人并不是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而是知道自己不应该做什么。聪明不是假聪明，不是小聪明，
而是把智慧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不是所有的话都能说，也不是所有的事都能问。在说话之前，一定要在脑中思考一下，说出的话属不属于上面的几种？说出的话是否有价值、有意义？是否照顾到了与你交流的人？是否合乎场合？其实会说话的程度也决定着人生的高度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